你越是在感情里拼命追逐，就越容易把自己亲手送进榨干你的剧毒关系里。这不是你不够优秀，更不是你运气不好，而是你的大脑正在被一种致命的心理学机制深度绑架。请你现在回想一个极其真实的日常场景。下午3点15分，你给那个你在乎的人发送了一条微信消息，可能只是问了一句，你今天中午吃饭了吗？或者今天工作忙不忙？今晚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消息发送出去的那一瞬间，你的心跳就开始悄悄加密加速了。你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桌子上，强迫自己把眼睛盯在电脑屏幕的报表或者文档上。仅仅过了极其短暂的3分钟，你的手就完全不受控制地再次伸向手机。你锁屏解锁，亮起屏幕，向上滑开通知栏。通知栏里除了几条垃圾广告和软件推送，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来自那个人的新消息接入。你轻轻叹了一口气，有些失望地重新放下手机。又过了5分钟，那种抓心挠肝的焦虑感再次涌上心头。你再次拿起手机，打开社交软件，点开对方的个人主页与社交圈子。你突然极其刺眼地发现，对方就在整整2分钟前刚刚更新了一张咖啡店的照片，或者在某个公共贴文下面给别人点了一个赞，留了一句幽默的评语。那一瞬间，你的脑海里是不是像瞬间炸开了一道惊天巨雷？你的血液在1秒钟之内疯狂往头上涌，你的心口像被一块几百斤重的巨大石头死死压住，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胃部甚至会产生一种痉挛般的阵痛，手心开始不自觉地冒冷汗，2只脚变得一片冰凉。你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尖叫，他明明在线，他明明有时间刷手机，他明明看见了我的消息，但他就是没有回复我。紧接着，你那被恐惧统治的大脑开始陷入极其疯狂的自我怀疑与灾难化脑补。你开始疯狂向上翻看你们过去几天，甚至过去几周的所有聊天记录。你在逐字逐句，甚至逐个标点符号的排查，是不是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是不是自己昨晚表现得太粘人了？是不是自己昨天的妆容或者穿搭让对方不满意了？还是他对你已经彻底厌烦了，正在计划着默默淡出你的世界？你甚至开始往前翻3个月前的对话，试图对比他以前回复你的平均速度和现在的差距。连他句尾少发了一个表情包，或者少用了一个感叹号，都被你当成了他不爱你的铁证。你开始在房间里不安地来回走动，拿起来的东西又放下。你无法集中精力处理任何手头的工作，你无法静下心来读哪怕一页书。你的手机只要稍微发生一丝震动，你的全身神经就会像触电一样剧烈绷紧。但每次拿起来看，发现只是软件更新通知或者快递短信时，你的心情就会瞬间跌落到冰冷刺骨的万丈深渊。就这样，一则再普通不过的简讯，直接彻底毁掉了你整个下午的精神状态与生活节奏。你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你的灵魂仿佛被抽离了躯壳，只剩下那一小部分高度紧张、濒临崩溃的神经，死死挂在那个迟迟没有出现的回复上。你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趴在泥泞地里乞讨的乞丐，卑微的、讨好的等待着对方从口袋里施舍一点点注意力的残渣。你甚至开始疯狂给自己的闺蜜或者兄弟发微信哭诉，反复询问他们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该再去发一条消息，主动找个话题去问问他？我现在想极其严肃、极其认真地问你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在那个失魂落魄、煎熬万分的当下，你苦苦等待的，难道真的只是那个具体的人吗？还是说，你等待的其实是一剂能拯救你自我价值感与安全感的强效镇痛药？你是在等一个确认，确认自己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确认自己在对方心里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确认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被尊重、被回应的生命。这2件事看起来非常相似，
但在心理学底层逻辑上有着云泥之别。如果你等的只是那个人，他回复了，这件事情就彻底结束了，你就能立刻安心去过自己的日子。但如果你等待的是那个冰冷的确认感，即便他半小时后给你回复了，你也只能获得几分钟暂时的解脱。下一次他回复的稍慢一点，那种窒息般的焦虑感又会像海啸一样瞬间将你彻底吞没。这个恐怖而又痛苦的内耗循环，你是不是感到无比熟悉？你熟悉到自己都已经身心俱疲，麻木不堪，却依然像被锁在铁笼里一样，根本找不到出口。我现在要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请你立刻停止对自己无休止的道德审判与自我攻击。这不是你的问题，这绝不是你的意志力软弱，更不是你的魅力不够，这完全是你体内神经递质与心理学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心理学和行为神经科学领域，有一个名扬天下的著名实验，叫做斯金纳箱实验。来自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把一只小白鼠放进特殊的实验箱里，如果小白鼠每次按压箱子里的机关都能稳定掉落一颗美味的食物，小白鼠饿了才会去按，平时非常镇定自若，安安分分。但如果改变实验规则，让小白鼠按压机关时，有时掉落食物，有时什么都没有，呈现完全随机、不可预测的概率，你猜这只小白鼠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小白鼠会瞬间陷入疯狂，它会开始疯狂的不吃不喝的疯狂按压那个机关，直到彻底累晕过去。这种极其残忍却又极其真实的心理学现象，在行为主义心理学里就叫做间歇性强化。那个在感情里对你忽冷忽热，一会儿热情似火，一会儿消失无踪的人，无意间就在你面前充当了那个随机掉落奖励的斯金纳机关。当对方的回应变得极不确定、不可预测时，你的大脑多巴胺奖励系统会被瞬间激活到巅峰状态。在这里我必须为你纠正一个普遍的误区，多巴胺根本不是代表快乐和幸福的激素，多巴胺代表的是对不确定性的狂热渴望、执念与探索欲。你的大脑根本不知道下一次甜蜜的回应会在什么时候降临，于是你的神经系统被迫进入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高精雷达，时刻扫描对方的一举一动。这就好比你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拉响了老虎机的摇杆，你不知道下一把掉出来的是满屏的金币还是虚无的空气，所以你根本停不下来。你的全部注意力被死死锁在了那个随机的悬念里。每一次对方在消失几天后突然发来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表情包，你的大脑就会暴涨一波极其强烈的多巴胺，那种久旱逢甘霖的剧烈快感，让你误以为这就是至死不渝的真爱，让你觉得前面所有受过的委屈、煎熬和践踏都值了。但那根本不是爱，那只是戒断反应被暂时满足后的生理错觉。更可怕的是，在这种疯狂追逐的状态下，你体内的皮质醇与肾上腺素极度飙升。皮质醇是长期的应激压力激素，它会让你的杏仁核高度绑架你的理性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是人类大脑里负责警报与恐惧的原始器官，它一旦过度激活，就会把所有的不确定性脑补成致命的生存危机。心理学上的焦虑型依恋系统在这一刻被全面激活了，你失去了一个成年人应有的基本事实判断力与逻辑思考能力。你把对方偶尔施舍的一丁点温柔当成了拯救你悲惨生活的救世主，你把对方毫无担当的忽冷忽热脑补成了他内心深处有不可说的苦衷与童年创伤。你开始不断削足适履，不断压低自己的尊严与底线，只为了换取一个极其不确定的微弱回应。你以为你在拼命靠近爱情，但实际上你是在把自己一步步推向心理学上的习得性无助与精神绑架。你把人生的裁判权与决定权完全拱手让给了一个根本不尊重你、不爱护你的人，你变成了一个随波逐流的提线木偶。对方拉一拉线，你就笑得灿烂；
对方松一松手，你就哭得撕心裂肺。真正健康的方案，绝不是教你去练习什么冷漠退缩的恋爱心机，而是帮你彻底卸载这个让你上瘾的恐惧系统，重新接管你的人生主权。为了帮你彻底摆脱这种吸血鬼式的精神内耗，我为你总结了5个完全免费，今天就能立刻上手的科学习惯。第一个习惯叫做3秒生理锻炼与神经重置法。大多数人对控制情绪有一个极大的误解，以为只要靠咬牙硬忍就能强行控制自己不发消息。但事实是，大脑越想压抑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就会像弹簧一样反弹得越厉害。在神经科学中，这被称为著名的白熊效应。当心理学家越是告诉受试者不要去想一只白色的熊，受试者的大脑就越会被白熊的图像瞬间充满。当你想给对方发消息，陷入焦虑的极致时，你的理性大脑前额叶皮质已经彻底挂档失灵了，完全由原始的杏仁核在掌舵。此时你需要的绝对不是无谓的意志力对抗，而是给你的神经系统一个明确的物理中断信号。极具实操性的第一步就是，当你再次感到坐立不安，急切想要翻看对方手机时，请你立刻把手机屏幕朝下重重扣在桌子上，然后起身走向洗手间，用冰冷的自来水疯狂冲洗你的双手和手腕，持续整整30秒。低温刺激能够瞬间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中的迷走神经，强制降低你的心率与皮质醇浓度。接着深呼吸3次，在脑海里从10逆向倒数到1，让你的前额叶皮质重新抢回身体的掌控权。第二个习惯叫做 Default Mode 网络转移法。很多人以为停止追逐就是强迫自己假装很忙，于是疯狂排满日程，结果心不在焉，效率低落。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类处于无所事事或者低认知负载的状态时，大脑会默认开启预设模式网络。这个网络专门负责反思过去、焦虑未来以及自我怀疑，是导致你疯狂脑补对方行为的罪魁祸首。要打断预设模式网络，不能光靠坐着发呆，你需要给大脑输入高密度的具体指令。极具实操性的第一步就是，只要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又开始挂在对方身上，请立刻执行一个5分钟具象化动作，比如立刻拿起扫把打扫房间的某一个角落，或者立刻趴在地上做10个标准的俯卧撑，或者翻开一本实用的书籍朗读其中一页。重点在于让你的身体器官全面参与具体的物理动作，用具体的感知信号把大脑的算力从虚幻的脑补中强行拽出来。第3个习惯叫做事实与幻觉双栏拆解法。很多陷入追逐的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替对方找理由。对方一天没回消息，你能在心里替他编造出一部30集的连续剧，以为他工作太累，手机没电或者遇到了重大变故。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确认偏误。你的大脑在主动筛选证据，用来支撑你不想面对现实的心理防御。极具实操性的第一步就是准备一张白纸，在中间划一条竖线，左边写上客观事实，右边写上我的幻觉。左边只能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物理事实，比如他今天8小时没有回复我的微信。右边写下你脑海里冒出的所有情绪化猜测，比如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他是不是在陪别人。当你把这2者清清楚楚地隔离呈现在纸上时，你的理性会瞬间看清，你所有的痛苦与恐惧 90% 都来自于右边的幻觉，而不是左边的事实。第4个习惯叫做心理空间测试法。在追逐状态中，你总是在主动填补关系里的每一个空白，对方一冷下来，你就立刻找话题，对方一退缩，你就立刻扑上去。你根本没有给这段关系留出任何真实呼吸的空间。你像一个急切的演出者，一个人演完了2个人的剧本。极具实操性的第一步就是，从今天开始，在任何社交互动中，彻底停止过度补偿式的互动。当对方给你的回复非常简短或者冷淡时，
不要再去主动延伸话题，不要再去发送长篇大论试图拯救气氛，把句号还给对方，把沉默还给空间。你要像一个极其冷静的观测者一样，静静地看着这个空间。真正的关系需要双向奔赴，如果只要你稍微停下脚步，这段关系就瞬间轰然倒塌，那么这就证明你之前维持的不过是一场独角戏。第5个习惯叫做自我锚定价值重建法。大多数人在追逐时，习惯把自己的情绪红绿灯挂在对方的口袋里，对方微笑你就晴天，对方冷漠你就阴天。极具实操性的第一步就是每天睡前在日记本上写下3件今天完全由你独立完成，并且让你感到自豪的小事。比如我今天准时吃了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我今天完成了一份高质量的工作报告，我今天坚持跑步了3公里。你需要用具体的现实微小胜利建立起强大的内部评价体系。你要告诉你的大脑，我的价值是由我自己的行动定义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审批。在通往自我觉醒的道路上，有3个社会上极其流毒的有害谣言，我们今天必须亲手将它们无情击碎。第1个谣言叫做只要我足够温柔体贴，无怨无悔的付出，就一定能感动对方。这个毒鸡汤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善良的灵魂。在人际心理学中，关系的本质是价值吸引与心理博弈，绝非单方面的道德绑架与自我牺牲。当你一味的无底线讨好，压抑自己的需求去迎合对方时，你在生物学信号上传达出的信息是我的价值极低，我需要靠免费打工来留住你。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一种极其残酷的趋利避害本能，对于太容易得到且毫无边际成本的东西，会瞬间失去所有尊重与探索的欲望。你的无限付出不仅换不来爱，只会换来对方变本加厉的轻视与榨取。第2个谣言叫做停止追逐就是彻底对感情失望，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人。很多人一听到停止追逐，立刻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开始刻意装高冷，玩弄欲擒故纵的套路，甚至对所有靠近的人筑起高墙。这完全是对心理学的曲解，刻意装出来的冷漠，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变相的操控手段。你的内心依然死死盯着对方的反应，希望用冷漠来博取对方的紧张。这依然是在追逐，只是换了一件愤怒的外衣。真正的停止追逐是一种内在的丰盈与笃定。你可以依然温和，依然真诚，但你不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你就像大海一样，平静而富有力量，别人靠近或者离开都无法撼动你的深度。第3个谣言叫做真正爱一个人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暴露所有脆弱与不安。很多人把自己在焦虑依恋状态下的疯狂发泄、质问与情感勒索美化成这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对你毫无保留。在依恋理论中，健康的依恋风格需要建立在坚固的心理边界之上，把自己的情绪烂摊子强行塞给对方，要求对方时刻为你提供情绪价值，这不是爱，这是婴儿式的巨婴索取。成熟的爱是2个独立的实体相互吸引，而不是2个残缺的灵魂相互吸血。为了让这些科学方法落地为你的肌肉记忆，我为你设计了一份普通人今天就能照着的24小时健康生活日程表。早晨7点到8点，黄金醒脑期，醒来的第一件事情，绝对不要去触碰手机，因为刚醒来时大脑处于慢波状态，极易受到外界刺激的侵袭。如果你一醒来就看社交软件，你的多巴胺系统会被立刻带偏。请立刻下床，喝一杯温开水，站在阳台上晒5分钟太阳，激活你体内的血清素分泌，接着进行5分钟的拉伸，感受身体肌肉的延伸，把注意力彻底拉回身体内部。上午9点到12点，深度工作区，开启手机的无打扰模式，将所有社交软件的通知完全关闭，将你的精力100%投入到眼前的工作或者学习任务中，建立起掌控生活的微小成就感。
每完成一个阶段性任务，就在纸上划掉一项，让多巴胺为你自己的成就而分泌。中午12点到1点，能量补给区，好好享受一顿营养均衡的午餐，细嚼慢咽，感受食物的味道，彻底切断对虚拟世界的精神依赖。吃完饭后可以散步10分钟，呼吸新鲜空气。下午2点到6点，身体觉知期，在工作间隙进行3次3秒生理重置，保持肩颈放松。如果感到焦虑萌芽，立刻用冷水洗手，或者喝一杯冰水。傍晚6点到8点，自我投资期，安排一场至少30分钟的体育锻炼。无论是快走、跑步还是力量训练，运动能够促使大脑分泌内啡肽，这是最天然、最安全的快乐源泉，能够彻底抵消恋爱戒断带来的焦虑感。晚上9点到11点，心灵沉淀期，在睡前1小时，将手机彻底放置在距离床铺3米以外的区域，拿出纸笔，做一次事实与幻觉拆解，或者阅读一本深刻的书籍。做完这些后，安然入睡，告诉自己，今天我又把主导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在这里，我必须保持科学的诚实，绝对不给你开任何速效的口服新药。改变一个长期形成的心理习惯，需要给你的神经系统足够的重塑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元通路就像森林里踩出来的泥泞小路，你过去习惯了走追逐与焦虑的老路，那条小路宽阔而顺畅。现在你要重新踩出一条理智与独立的新路，刚开始必然充满了荆棘与阻碍。在第1周，你会经历极其强烈的戒断反应，你会感到莫名的空虚、坐立不安，甚至手机每一次震动都会让你心跳过速。你会无数次想要打破戒律，重新冲回去给对方发消息。请相信我，这完全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这是你的大脑多巴胺受体在进行自我修复与重置。当焦虑袭击你时，请像一个慈祥的老朋友一样对自己说，我知道我现在很痛苦，但这只是我的大脑在清理毒素，一切都会过去。到了第1个月，你会惊喜地发现，你不再频繁地翻看对方的动态了。你的睡眠质量明显提高，大脑的迷雾逐渐散去，你重新找回了专注做一件事情的踏实感。你的面色会变得红润，你的眼神会重新散发出坚定而睿智的光芒。到了第3个月，你的内在心理磁场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你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套完整而丰盈的系统。你不再需要靠任何人的回应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你就像一棵根系深深扎进大地的大树，无论外界的风雨如何摇晃，你依然巍然不动。请你务必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尊重自己的情绪节奏，不要因为偶尔的反复而苛责自己。成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请记住，任何心理学方法与健康建议都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如果你长期处于严重的焦虑、失眠或者抑郁状态中，请务必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医生或者医疗机构的帮助。停止追逐爱情，绝对不是把爱拒之门外，而是你终于开始有能力去选择真正健康的爱。当你不再急着被选择，你才真正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当你不再疯狂讨好，成熟、稳定、懂你价值的人，自然会被你身上那种沉静的完整感所深深吸引。聊到了这里，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在过去的关系里，曾经做过最委屈自己、最卑微讨好的一件事是什么？现在的你，有没有开始尝试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欢迎在评论区大方地分享出来。你的每一次真诚吐露，可能都会成为治愈另一个迷茫灵魂的光芒。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硬核干货对你有所启发，有所触动，请一定要毫不犹豫地点赞、收藏，并分享给身边那个正在感情里受苦受累的好朋友。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每周
我都会用最硬核、最生动的心理学知识，陪你一起拆解人生困局，找回属于你自己的无敌掌控力。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